怎么还不来？小姐，不急，还有3个时辰。我怎么能不急呢？还有3个时辰，就是小姐热孝成婚的最后期限了。放心，月娘答应把人送过来，就一定会送过来。今日我一定能成亲。我是云州茶商沈乔的长女，自小和永安王嫡子崔玉衡定亲。6日前，父亲外出经商时被劫匪所杀，二房联合族长以家中幼弟年幼为由，想抢走长房的产业。我与他们爆发冲突后，被逼在热孝区内成亲。我命人去永安王府商议婚事，才知与我定亲的崔玉衡10岁便出门游学，至今未归。我只能让人去伶人馆买个男子冒充崔玉衡。无论如何，也要守住家业。是和玉娘约定好的愉快风灯。小姐，他们来了。这儿。公子的脸真是祸害，我们都这么低调了，竟还有女子守在这里堵他，我可不能让他们骚扰公子。这是想要反悔的意思。来人，把马车给我拦住。是。你以为你是女的，我就不敢打你。你给我下来，我动手了。我最讨厌收了钱拿了好处还反悔的人。啊？是你自己出来，还是我请你出来？真是世风日下，你们身为女子，居然闭嘴！哎呀，手还挺好看的，可就是不知道这人怎么样。是个美人，就是太不矜持，我不喜欢，滚吧。我说怎么来这么晚，原来是个会摆谱的。看来玉娘没教你规矩，那便我来教你。真是活久见，第一次见到这么嚣张蛮横的女子。嚣张，真是太嚣张了！居然敢这样对我家公子！只要我家公子打个手势，是我就能把你们全杀了。我也是活久见，第一次见到小官收了银子不但想跑，还对金主还手呢。小官，金主，怎么，你都出来卖了，还不好意思承认自己的身份？我卖什么了？行，还装？那我就再跟你说一遍，你是我从伶人馆里买回来的小官，买回家装我的相公，为期5年。5年之后，我给你10万两银子，对外就说你回了永安王府。永安王府？我不管你以前是什么身份，有什么经历，从今天起，你就是永安王府的嫡子崔玉衡。对外一致言辞就是你怜我父亲心事，弟弟年幼，愿意与我在热孝中成亲，并且共筑神府5年。5年之后，我再陪你回永安王府。让我冒充我自己，真荒诞！这女子到底是谁？永安王府门楣极高，王府嫡子的身份何等尊贵，你让我冒充崔玉衡，与你成亲，就不怕王府找你麻烦？玉娘是个办事妥帖的，竟没和你说这事。没错，放心吧，王府是不会追责的。崔玉衡本来就是我的未婚夫，他娶我，天经地义。崔玉衡10岁离家云游，如今已经过去12年了。他这么多年都没有回家，
这八成是死在外面。你是小之秋，装的还挺像。你不是早就知道我的身份吗？少废话了，赶紧跟我恢复成亲。你愣着干什么？赶紧走啊！我此番来永州，除了去布政使衙门上任外，还要去见一见我的未婚妻。沈乔与我有救命之恩，她死了，于情于理我都得去祭拜一番。至于娶她这事，她敢去伶人馆买小官假扮我，真是胆大妄为。这种女人绝对不能娶。别拉拉扯扯，我自己走。小姐到了，我再跟你说一次啊，你仔细听好了，一会儿下去之后，不要露出你在伶人馆那副讨好人的模样，要有贵公子的气度，唯美露馅，能不说话就不说话，知道吗？站住，就是这个范儿。你一会儿拿捏住了，看我眼色行事。现在你先下去，站在那，扶我下马车。好，看在她是沈乔女儿的份上，配合她一下。大小姐，大小姐，不好了！老夫人和二老爷带着人到夫人房里抢地契和房契了。这老不死！所有人，跟我来。是。愣着干什么？你也跟我走。公子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他拉他就跟着走？母亲，这是老爷的产业，是要留给晴儿和静儿的，你不能拿走啊！放开！这不是沈乔的产业，而是沈府的产业。沈乔死了，这些都是周儿的。我跟周儿商量过了，以后每年给你们母子1000两银子。这数十间铺子，不说每年做生意的盈利，就算是租出去，每年都有至少10万两的银子。你才给我和我儿子1000两，你们也太欺负人了！今日我绝不会让你们把这些东西抢走！你是个贱人你！哎呦，你不过就是个采茶女啊！嫁给我哥之前，1年挣不了5两银子，我如今1年愿意给你1000两，那是我大气。怎么？惹急了我1两都不给你！你们别太过分！族长说了，只要秋儿在热效期之内能够与永安王府的公子成婚，便是沈府的家主。这些都是他的。真是个蠢货呀！他到现在还不知道，族长的意思是让永安王府的公子入赘到沈家。哎，你也不用猪脑想想，王府的公子怎么可能入赘？跟这个贱人废什么话？我们走。敢打我娘，我弄死你！娘，娘，娘，你没事吧？秋儿，娘没事，你快把房契抢回来！沈思秋，你疯了吗？你连你二叔都敢打！
公子，您这未婚妻可不是一般的凶悍啊！长嫂如母，我娘是沈州的长嫂，她连长嫂都敢殴打，我一个做侄女的赏她两脚，有什么问题吗？就算周儿打了陈氏那个贱人，你个做晚辈的也不能打长辈。看来还得我这个老婆子教教你怎么做人。就是个偏心偏到没根的老钱婆，自己都不算的人，有什么脸教我？这朱氏是我的继孙女，我父亲不是她生的，他一直让长房把家业给到他的亲儿子沈周。你疯了吗你？我是你祖母，我朝重孝，殴打长辈是要坐牢的，我要去衙门告你。你去告啊，正好让全云州的百姓都看看，这个沈周是如何在他兄长尸骨未寒的时候殴打长嫂争夺家产，是有多不要脸。娘，这事儿不能闹到衙门里去啊！你看他呀，有他那性子，他得让全云州的人都知道我打许氏的事儿，我丢不起那人啊！你还知道要脸啊？沈慈秋，你是个贱人！沈乔怎么生下你这么个贱货？就算你把房契抢走了，明日还得乖乖的双手奉上。没错，只要你不能在热孝期内让永安王府的嫡公子入赘，这沈氏的家业就不是你的。离热孝结束还有1个时辰，你嫁不出去了，你完了！给祖母和二叔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永安王府的嫡公子，我的未婚夫崔玉衡。这怎么可能？我们都没有见过崔玉衡，你说他是崔玉衡，他就是啊。依我看，他就是个骗子。最讨厌我脏手食物。我的儿啊！你，我原本只想祭拜一下沈乔殿下，没想到他才死，他的妻儿就被人这般欺负。他毕竟是我的兄弟恩人，这事不能不好。这小官儿演技不错，事成之后我定重重赏他。二叔，我跟你说多少次，用手指人太不礼貌了。你看这下被人折了吧？哪里来的小鳖孙，敢打我儿！我，你想怎么？我要告你！好啊，左右你都要告，但我不能让你白骂。我再帮你。没有，娘，水峰，把这对母子给我往死里，出了事我负责。是。干什么？沈思秋，我不会放过你的！你是个贱人！我等着。秋儿，秋儿，他真的是崔玉衡吗？是的，母亲性子懦怯胆小，心目中上还是不要告诉他真相。崔玉衡，见过沈夫人。夫人见。今日多谢崔公子相助，府里突遇变故，让崔公子见笑了，别见怪。无妨。这里行得像模像样，看来朱姨娘也是没少花心思。娘，他是自己人，以后别跟他客气。清水，你去布置下婚房，我和崔公子立刻就要拜堂成亲。是。拜堂之前，我想先祭拜一下沈老爷子。好。爹，这便是我找来的夫婿，你看看他，是不是一表人才？我一定会护着娘和小弟，守住我们的家人，绝不让二叔和族人吃我们家的绝户。我也一定会找到杀害你的凶手，为你报仇。
沈朗是被人害死的。是，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谋杀。不过这件事情以后再说，眼下还有更重要的。走，我们去成亲。成亲之前，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你问。你买小官冒充崔玉衡和你成亲，是为了护住你家人。你今日也看到了，我祖母和二叔那副嘴脸，这族中还有一群族人，对我们孤儿寡母虎视眈眈，所以家里需要一个成年人，一个身份不低的成年人，才能镇住他们。这崔玉衡身份正合适。那你呢？你有没有想过，这般和我成亲，日后若有安王府来找你履行婚姻，那你就嫁不进王府，甚至可能得罪他。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你今日表现很好，若你以后修身养性，不再出去卖的话，我会好好待你的。也许我们还能成真夫妻。就你这般母老虎的性子，我才不会跟你做真夫妻。卖，眼睛真瞎！我堂堂王府嫡子，云州新上任的布政使，竟被他认成卖身的小官，简直是奇耻大辱。我没嫌弃你，你反而嫌弃上我吗？算了，在我爹面前我不和你吵。今日祖母和二叔在我面前吃了亏，一定会去找族长。眼下还有场硬仗要打，我先去换衣裳，你也赶紧换，抓紧时间成亲。公子，你真要娶她？不娶。这小白脸打扮一下还挺好看的，和这大小姐挺登对的。呸，长得再好看又怎么样，还不是个卖屁股的。若不是老爷突然先去，小姐是要嫁进王府，真是便宜她。静水，你来喊礼。知风，你去放鞭炮。是。吉时已到，新郎新娘拜堂，一拜天地，二拜高堂。这王爷和王妃若是知道公子成亲拜的不是他们，估计得被气死。夫妻对拜。等一下。礼成，送入洞房。新郎的身份还没有验证，去永安王府就算是骑快马，来回不眠不休也得6天。崔玉衡那种人的身份，怎么可能配合赶路，只为了入赘沈府？他就是个野男人，这桩婚事不算数。这件事恐怕祖母你做不了主啊。我的身份也是你一介野妇能质疑的。追风，掌嘴。是。住手！你是何人？好大的胆子，竟敢在我沈氏的地盘上撒野！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我乃永安王府崔玉衡，敢来闹我的话，是不想活了吗？族长，你别被他忽悠了呀！他就是沈子秋找来的一个野男人啊！族长，只要你一声令下，我立马找人把他抓起来送官。放肆！族长，闭嘴！隋公子，不知您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请恕罪。
慈秋已经向沈周表明我的身份，可是他却还一再对我出言不状。族长，你们沈氏一族这么不懂规矩吗？哎，误会，这就是个误会。慈秋这丫头向来胆大包天，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们难免有所怀疑。相公，你是知道的，我最是温柔小女。对，他性子极好。几日前，他派人去王府找我，请我来王府完婚，并求我在沈府住上5年。我问他缘由，他说族里有人欺负她是弱女子，想吃她家的绝户。族长，那个人该不会就是你？哎，不是的，绝对不是。我们沈氏一族向来友爱团结，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来？不是你那最可能，可是他一直对我极其无礼，一直喊打喊杀，在王府敢这样对我，当乱棍打死。我出来沈府，便有人为善。族长，打他30大板，随时便30大板让打死人的！就算你是王府的公子，也不能无视长辈，忤逆长辈。你不说话，差点把你忘。方才你也对我颇为不敬，看在你年纪大的份上，打10记大板好了。哎呀，崔公子，他们不知道您的身份，才失了礼数。再者，你与邱丫头成了亲，朱氏是他的祖母，那沈周是他的叔叔，一家人要以和为贵嘛。族长刚才说我们沈氏一族最懂规矩，这祖母与二叔犯了错，族长以族里规矩处罚，与我们小辈何干？何来伤和气一说？这族长就是觉得我和慈秋辈分太小，说话分量不够。要不我书信一封给我父王，让他亲自来跟你说的。王爷日理万机，岂敢打扰王爷？来人，将朱氏和沈周带下去。行，是。族长，这是干什么？他怎么可能是王府的公子呢？你别被他骗了呀！沈慈秋，你是个贱人！你怂恿族长来打我，你不笑话你！好死，在王府受罚的人，得把嘴堵上下去。活下去！崔公子，您远道而来，想必也是累了啊。老夫就不打扰您休息了，告辞。母亲，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好，你们也退下吧。看什么？行啊，可以啊，装得挺像的，还挺唬人的。要不是我知道你的来历啊，我都要被你唬住。不过现在没有别人了，你可以不用装了。有没有可能，我就是崔玉恒，我是本色出演。夸你几句，你还真上天了。崔玉恒如果去灵人馆卖的话，这永安王知道，怕是要气得跳河。你，对了，你刚刚给族长看的白玉有什么玄机啊？没什么玄机，就是王府嫡子出生时，宫里给的能证明身份的玉佩。行了，别装了，累了一天了，赶紧回房休息吧。松手。行了，别闹了。大胆！都说了这里没有别人，明日我父亲还要出殡，事情多得很，我要养足精神，快点。我那狂霸拽的公子，今夜该不会被沈府的母老虎给强了吧？我家小姐，好看吗？好看啊！好端端干嘛打人啊？在打我还手啊！果然是灵人馆出来的，就是没规矩。你一个龟公，竟敢直勾勾的盯着我们家小姐！我什么时候成龟公了？哼，你家公子是个小官，你是伺候他的，可不就是龟公吗？我不是，还敢顶嘴！
虽然你演技不错，但还是要认清自己的身份，不要生出不该有的心思。现在我就跟你讲一些规矩，你仔细听好了。你这么急着拉我回来，就是为了给我立规矩？不然呢？你除去是我买来的小官之外，单说我父亲去世，我要守孝3年。按照我朝的规矩，前49天夫妻也是不可同房。我与你说完规矩之后，你便去隔壁省。你说你在沈府待5年，5年之后我给你1万两银子，但这5年期间，你不许招蜂引蝶，不许打着沈家的旗号招摇撞骗，不许赌博酗酒沾染不良喜好，对外要处处护着我，维护我的利益，对我言听计从。你在干什么？我堂堂王府公子，对你一个小小商女言听计从，你觉得这合理？你堂堂王府公子，都愿意陪我在沈府住5年，自然是爱我入骨了，对我言听计从也是当然。你若表现得好，我会给你丰富的奖励；你若表现不好，我便会罚你。你现在的行为就很放肆，我很不高兴，我要惩罚你。罚我？怎么罚？就这样罚，怎么样？是不是觉得身上没力气啊？我这个醉梦香连一头牛都可以放倒，放倒你就更不在话下。住手！今日只是对你对我不敬的小惩大戒，往后你要是再不听话的话，我就把你给阉了，让你做太监。你敢？这有什么不敢的？你本来就是我花钱买的，若是不听话，我还要你何用？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方才说了，这5年之内，不管什么场合，你都要对我言听计从，配合我的所有行动。我可以配合你，但我绝不做有损尊严的事。我就搞不懂了，你这都出来卖，做尽了没尊严的事。算了，我在外人面前还是会给足你尊严，但是私下里你不许对我动手动脚。哼，你这脾气也太大了，若不是今日过了明路，我都想找玉娘把你给退了。你今日表现还不错，这是给你的奖励。看什么？当然是看你了。不许我对你动手动脚，你却对我动手动脚，你的矜持呢？你对自己的身份还没有清晰的认知啊！你是我花钱买来的，我自然是想看就看，想摸就摸，想睡就睡了。我勒个去，这个小官真是敬业啊！脸长得这么好，还把身材练这么好，玉娘把这么个极品卖给我，这不愧是生死之交，厚道了。想睡我？不守孝了？这般不孝，就不怕你爹从棺材里跳出来打你？是啊，我爹要是知道我让一个小官上了我的床，肯定会打我。我好希望他还可以再起来打我一次。把解药给我，我去隔壁睡。醉梦香是我医治蛊疾自己制出来的，没有解药，4个时辰之后会自行解开。我扶你过去吧。你自己吃药，却没有解药，就不怕自己也中招？我天生体质特殊，百毒不侵。倒是你，
吃什么了？这么多手？真是，算了，你去找追风，让他来扶我。追风呢？这府里都是祖母的眼线，他们本就怀疑你的身份。若是我这时叫追风送你出去，就露馅了。要不今晚就在这儿凑合一下。你让我睡地板？放心，我会给你拿床被子，不会让你着凉的。思秋，你给我等着！姐姐，爹爹真的再也不会跟我们说话了吗？是的，但是爹爹会在天上看着，保护我们。你已经10岁了，是个男子汉，往后要撑起这个家。可是姐姐，我怕。别怕，姐姐会陪着你的。小姐，时辰到了。启灵，慢着！沈乔生前生意周转，从我这儿借走10万两，这是借据。今日若不还钱，就别想入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何况这么大数额？就算沈乔是我大哥，今儿我也不能站这边。刘叔，我父亲生前对你诸多提携，在你做生意失败时，还出资助你走出困境。有什么事儿，出完殡再说吧。我呸！这沈乔也太不要脸了，就这点事情还跟一个小丫头片子说，他就没跟你说我帮了他多少忙吗？刘云山和沈乔多年的合作伙伴，沈乔若不是把事做得太绝，刘云山也不可能选择今日上门要钱。我怎么就有沈乔这个缺了大德的儿子？你确定是沈乔做的太绝，不是你想吃绝户？就算你是永安王府的公子，也不能欠钱不还呢。没错，小丫头，赶紧点还钱，要不然我就砸烂那沈乔的棺材。刘叔，你既然如此想要在这了结此事，那我便如你所愿。清水，取账本。是。小姐，这是这3年来老爷与刘氏商行往来的账目。这是这3年，我爹与刘氏商行合作5次，每次的盈利都在5000两以上。每次刘氏都以没钱为由，不给予工资，只出了小部分人力。而我爹赚了钱之后，可都分了你一半。他昨夜不睡觉，原来是为了应付这件事。吵死了，你还睡不睡？明日必有人过来闹事，我今日若不算清楚，明日肯定被人啃得连渣都不剩。你若觉得吵，便当自己死了，就听不见了。你说这些是想挟恩求报吗？沈乔也太不要脸了，居然这点事情也写到账上。不，我是要告诉所有人，你连做生意的本金都没有，哪来的10万两银子借给我爹？所以你这个欠条根本就是假的。你胡说八道！这欠条就是沈乔亲手写给我的，这字就是他写的。大家看清楚，沈氏的账本，只要是我爹核对过的，都会在末端签名。这里的签名乍一看相似，但细看笔锋却完全不同。这上面的签名一看就是伪造。追风，把他的腿打断，再送去府衙。是。我爹待你那般好，如今他尸骨未寒，你就如此欺入门来，你还算是个人吗？这不关我的事，是沈周，是他给我出的主意。他说沈乔一死，沈府上下全是孤儿寡母，没人知道沈乔的生意情况，我就可以随意讹钱，他配合我行事。
讹了钱我们对半分。你胡说八道，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昨日你欺我娘子柔弱，平安年幼，伤我岳母，抢我房契，我看在族长的面子上，不与你一般计较。今日竟伙同外人，当众骗取家业，真欺我沈氏长房没男人，当我永安王府是摆设吗？啊！二叔，你竟当着我父亲的面前伙同外人做出这种事，你是要逼死我们吗？再凶一点，放点狠话。日后谁再敢欺负沈氏长房以犹如此数。二叔，我父刚死，你就这样欺负我们孤儿寡母，那我就只能依法办事。来人，将二叔和刘云山全部送去府衙。不行，不能把你二叔送去府衙，朕会毁了他的。这就是一个误会，都是一家人，哪有送府衙这么严重啊？二叔做出这样子的事情，我实在没法和他做家人。若祖母不想送他去府衙，那便分家好了。这些年来，二叔一直趴在长房身上吸血，我忍他们很久。分完家，他们就再也不能占长房的便宜了。我还活着，这下不能分。那便送二叔去府衙吧。就二叔做的这些事，我敢保证，他能把牢底坐穿。分，我同意分，这总行了吧？我先假意同意分家，后识相拖着，这家绝不能分。那好，既然要分家，那现在就分。我爹名下的所有宅子、铺子、作坊、商队，都归我们母子三人。祖父留下的田地、房产归二叔。我父已逝，祖母，您是二叔的亲生母亲，要由他为祖母养老。净水。小姐，这是拟好的分家协议。祖母若是没有异议，可以赶紧画押了。这协议你早就写好了，分家之事分明你早有算计。沈子秋，你怎么这么恶毒？祖母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若不是你们这么贪心，做出这样不要脸的事情，我又岂会有这样的机会？若祖母不愿分家，那便还是送二叔去府衙吧。这，娘，钱了吧，我不想坐牢。沈子秋，这么不孝，小心天打雷劈！老天只批做坏事的人，我又没做坏事，为什么批我？倒是祖母你坏事做尽，就不怕报应吗？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女子。解铃，出殡。沈老爷，一路走好。爹，他们今日又来闹事了。我借力打力，趁机分了家，做了你一直想做没做的事情，我是不是很棒？我如今可以独当一面，保护好娘和平安，你就安息吧。今日之事，你早就料到了吧？从一开始，你就想分家了。没错，他们两个那么贪心，一定会生事，这是把把柄往我手里送，我自然要趁机分家。我爹在时，他们天天趴在长房身上吸血，如今我爹不在了，长房一根针都不会给他们。小姐，自从老爷去世之后，我家小姐几乎没有喝过饮，她这是累坏了。
他这么长时间都没有休息。身边豺狼环伺，小姐哪里敢休息？他们都说小姐凶悍，却不知我家小姐若是不凶悍些，他们母子三人怕是被人啃得连骨头渣都不剩。哎，我跟你说这些干嘛？你让开，我来。我既与她成亲，她便是我妻子，我自会护着她。可是，哎呀，你家小姐跟我家公子已经成亲，他们是夫妻了，相公抱妻子天经地义。你一小小婢女掺和什么？哎，你闭嘴！他的眼神怎么那么凶啊？哎，不是，他一个小官，我怕他做什么？但是小姐又说过，虽然他是个小官，但是我们要对待他像对待正经姑爷那样。听小姐的。大夫，我家小姐怎么还发起了高烧？她怎么了？沈大小姐原本就耗费了太多心力，又不慎感染风寒，得好好将养一段时间，否则有损寿命。随我去开方子吧。好。性质张牙舞爪，病了倒是乖巧了。我要喝水。病了还耍流氓，松手！爹，爹，天好黑，我好怕。嘘，管谁叫爹呢？别乱叫。爹，崔玉恒真像你说的那般好吗？我好累，真的能依靠他吗？可是我这一辈子都嫁不了他。他自是极好的，是个值得依靠的人，就是你太凶了，配不上他。怎么还哭了？你行，你配得上他，行了吧？别走。公子一拳能打死一头猛虎，却挣不开生病的沈小姐的手。看什么呢？我家小姐的闺房也是你能瞎看的。好，疼，再也不敢了。赶紧走。你怎么会在我床上？你还好意思问我？昨天晚上不知道是谁一直拽着我的手喊我爹，还一直往我怀里钻，占我便宜。爹，天好黑，我好害怕。爹，你别走。好，爹会一直保护秋儿的。我昨夜该不会是烧糊涂，把崔玉恒当成我爹了吧？那我让你抱你就让我抱，你有没有原则啊你？我一个小官能有什么原则？我觉得你这个时候应该有原则。还发着烧，不但有精力跟我吵，还有力气把我踹下去，你可真厉害啊！那我还不是被你气的？我现在头晕嗓子疼，你给我倒点水来，去。病了你就老实点，我让净水进来伺候你。等一下，上次给你的100两你忘记拿了。昨天你在我爹灵堂上的表现不错，一共是200两，你拿着。我打听过了，最好的小官一夜也就5两银子，200的他要跟人睡40夜才能赚得回来。他这样看着我，一定是感动坏了。我堂堂王府嫡子，云州布政使，他把我当小官也就算了，还想拿这点银子来羞辱我。等一下，你银子还没拿呢，
你一会儿进来的时候，记得叫净水把账本带过来。要账本做什么？要账本还能做什么？当然是算账了。我爹走的突然，这账肯定是一团乱。我深知这些掌柜的德行，他们绝不会因为我是我爹的女儿就拥护我，相反，他们会因为我是女子而轻视我，看不起我。所以我要用最快的速度理清楚这些账。你还发着高烧？大夫都说了，你不好好休养的话会影响寿命，你不想活了？这世上多的是比死可怕的事情。我看你是怕我死了以后，这5年后没人给你1万两银子吧？放心吧，如果我真的变到那个时候，我会把钱提前给你的。钱，我看你掉钱眼里了。哎，别忘了给我叫净水。你这什么表情？公子，昨夜属下在窗边都听到了，您和沈小姐呀，极其般配。我瞧你这双眼，嵌在脸上，净瞎看，不如挖了。我这眼睛用处可大了，还是先留着吧。公子，您昨天说沈老爷出殡之后要去布政使衙门，今日去吗？沈思秋病着，烧还没退。陈氏性子软弱，平安又低头，我这时不在，二房说不定又要憋什么坏。拿着我的令牌，去布政使衙门走一趟，我等沈思秋病好了再去。好的，公子，属下呀为您去布政使衙门办差，您呢就在这跟沈小姐好好培养感情，争取2年抱仨。这样，王爷跟王妃知道了，就不会怪你成亲没请他们的事了。这祖宅破了都不能出人吗？娘，你说我吃苦受累的不要紧，可你不行啊！娘，你得想办法搬回大宅子去。我也想回去啊，可是沈思秋那个贱人又凶险而又多，很难拿捏。还有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野男人，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说起那个男人，我就觉得邪门的很。那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他我就害怕。从哪儿找来的？他就是故意找那个人来恶心我。只要我们能够证明那个男人不是崔玉衡，就能把那个男人赶出沈府，然后我们就能借口沈平安年幼，顺理成章的接手沈府的产业，搬回大宅子去。没错，我已经命人去查那个男人的来历，要不了多久就会有消息。还得是娘啊！我们要双管齐下，沈桥下面最得用的是张掌柜，一会儿去找他。只要他能为我们所用，就能架空沈思秋。我这就去啊！去。小姐，你还发着烧，现在来查账，身体吃不吃得消啊？今天是我成为沈氏家主的第1天，若是龟缩在府里不出来的话，这些掌柜还以为我好欺负他，往后还不知道怎么糊弄。张掌柜是所有掌柜之首，他十分厉害。你现在生着病，怕不是他的对手，要不换个掌柜来立立威？擒贼先擒王，就要找最厉害的，不然镇不住其他人。就没见过比你更能逞能的，病着都不消停。等会儿撑不住了，可别哭。看不起谁呢？一会儿带你开开眼界。公子，一会儿你可得跟紧沈小姐，她要是晕倒了，这是你表现的好时机啊！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我们核对账本到了紧要处，还请小姐哦。张掌柜不必管我，我自己随便看看。什么账那么重要？小姐，他这分明是没把你放在眼里。看什么呢？这沈氏商行对于茶叶的摆放很有要求和讲究，这柜面上的茶都是按照品阶分类的。伙计，你去把那第2排最后一个拿过来给我看看。小姐，再把那罐蓝色的拿过来。哼，哪有这样闻茶的？不懂装懂。下去吧。还有多久？整个商铺所有的进出账都在这里了，也不用太久，也就2个月吧。今天是第1天，你们就慢慢等吧。2个月？你让我们在这儿等你2个月？这账是小姐要查的，老爷在世时就曾说过，账房查账他都不能打扰。想着小姐是想打破老爷的规定。2个月太久，账本我看看。小姐许是学过查账，但是这商铺的账进出往来非常复杂，还用了极其特殊的记账手法。小姐想必是看不懂吧？那特殊的记账手法是小姐5岁时创的，有什么看不懂的？你可真能往小姐的脸上贴金。小姐若是如此厉害，那不如小姐就亲自来盘一盘这些账。好啊，来人，小姐要亲自盘账，我们都把账本拿过来。哎，是。装模作样。查账之事十分复杂，还颇为伤神，还考验体力。这男人做的事儿，小姐还是不要太逞能了。听说小姐已经嫁人，这女子就应该在家中相夫教子。小姐还是回去歇息吧，这查账的事儿交由我便好，不会出岔子的。算完了。啊？这个月沈氏商行一共卖出了14352两，毛利3742两，除去这人工和租店铺的租金，一共盈利2443两。算完了？这怎么可能？这么多数据，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算完了？我知道了，小姐肯定是随口说几个数字来糊弄我们。张叔要是不信的话，可以请众账房一起核算。如果我算错了的话，我就回去相夫教子，往后账上的事儿全交由张叔打理，我一概不问。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核算。来，快！这个。哎，你看这个对不对？这个是啊，你看对吗？对，是这儿，没错。哎，你再看一下这个，哎，对吗？对，你这应该这样。那就好。这怎么可能？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不是有手就会的事儿吗？他这算账的速度又快又准，看来这女人平时凶归凶，还是有点本事的，难怪今日要来立威。老爷说了，在账本面前，小姐是神，我等全是水货。倒也没有那么夸张，不过也不需要张叔说的那么长时间。你这账房先生我刚刚看了，都是来混的。怎么回事？不仅算不出水，还拖累整个计算速度。我劝你啊，还是赶紧给他们结算工钱，赶出沈氏吧。是。还有，商行里的这些伙计都换了吧？这铺里的茶品种，他们至少弄错了5种以上。最顶级的兰香雀舌，年产只有10斤，
就混进了夏茶中。这2种茶价之间相差有10倍呢。现在就收拾东西滚蛋！他这看似不经意的动作，却步步为营，将这张掌柜逼到了绝境。既然张叔刚刚给我看了账本，我也有个账本要给张叔看。哎呀，小姐饶命啊！张叔，快请起吧。张叔，你是我父亲生前最得力、最信任的掌柜，如今我出掌审视，还望你不要因为我是女子还年幼就有所保留。我以后定全力为小姐办事。好，那我想要在明年扩大生意，在明年开春之后，我想要我们的茶叶销量扩大3倍。这怎么可能？之前我们的销量一直上不去，主要是因为这云州通货的税务实在太高。不过这个等新来的布政使来了之后就好办了。出云州成本高的事，为何新来的布政使就能解决？因为之前的商道掌握在乔世礼的手里，他为了敛财收取高额税赋，赶走了3位布政使，所以我猜朝廷这一次一定会找一个非常厉害的布政使过来。他一过来呢，一定会打通商道，商道一旦打通了，出云州的成本自然就低了。他好拟人，我这一次来云州，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来解决乔世礼。若此事能解决，我们确实可以跟江南的茶商一决高下。就是不知道小姐将如何从江南茶商的手里抢订单。这件事儿也落在这位布政使的身上。好，为何？这位厉害的布政使一定是十分有名气的，我们要想办法请他为我们的茶题词作画，然后我们再雕刻成版，刻在我们的茶盒上，再编个故事。这到时候我们的茶便沾上了贵气和书香气，一定可以大卖特卖。小姐说的是啊，他这是净整些歪门邪道的东西，对着我一个人往死里薅啊！哦，对了，你通知一下种账房的掌柜们，这个月底我会请星火先生来合账，让他们准备一下。星火先生作为云州最好最神秘的账客，已经封账2年了。小姐还能将他请出山？当然，我定会将小姐的意思传达下去。那就有劳张叔了。思秋，我这是怎么了？还能怎么？发着高烧，做着极耗心力的事儿，你不晕谁晕？你这是找死！我这不是找死，我是没得选，我必须一出手就是绝杀，只有拿捏住张掌柜，他老实了，其他掌柜才不敢胡来。你最后给张掌柜看的是什么账本？他翻开后为什么那么慌张？那是他贪墨柜上银钱的私账，上面的银子呢，他大多都拿去养了外室，而他家中又有一个十分凶悍的妻子。而我在第1页上写了2句话。写了什么？我第1句话写的是：你媳妇儿知道你养外室吗？第2句话是：这样的账本我已经命人抄了10几份，不过对这样子的人来说，光吓唬是没用的，还得展现出真正的实力。你可真是……你怎么有2个脑袋？你这是烧没有了，我去看看你的药煎好了没有。我才不要吃那些苦的要死的药。你身上好凉快啊，舒服。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知道啊，你是我买来的小官，所以你要乖乖的别动，让我摸。还得寸进尺。难受就好好躺着，都病成这样了还不老实。你一个小官儿都欺负我，说我爹还在，绝对不会有人欺负我。
我也不会变成这样还要出门。我好热。我还在这儿，你不要乱脱衣裳。还是你这里凉快。躺好，躺好。你要干嘛？你是我见过最好看的男人，我真的好热，你帮帮我。我什么都没看见。小姐，你要跟那小官做真夫妻啊？为什么这么问啊？我这是怎么了？应该是昨夜小姐亲那小官亲的。我怎么可能做这种禽兽的事情？小姐每次生病都跟常人不同，脾气格外的大，总喜欢贴冰冷的事物。昨夜我不在，没有及时给小姐拿毛巾，小姐就贴到她身上去了。啊，真丢人。那他人呢？小姐生病的这几日，她每天都带着她的龟，随从出门，一出去就是一整天。问她出去做什么，她也不说。那就是说，他这几日都不在家中了？是的，他每天早出晚归，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今晚他回来，你带他来见我。这些日子忙得团团转，一直没空细问他的来历。许是他在云州，还有其他亲人，他的事可得处理好。若让二房和族长发现他不是崔玉和，又是一桩麻烦事。是。云州新来的布政使上任了吗？已经上任了。这几日布政使衙门接连颁布了几条政令，我已经命人抄下来了。小姐请看。这都是和茶盐铁相关的政令，细节处与上一任布政使的完全不同，直击要害。此人厉害得很啊！静水，我让你打听这位布政使的姓名、籍贯和喜好，你打听到了吗？还没有。得尽快打听到，我们要尽快了解这位布政使的信息，争取留下好印象。是。就按刚才商议的，去发布政令，都去忙吧。是。我乃云州总督乔师礼，方才看到崔大人新颁布的政令，是不是有些考虑不周啊？本官是云州布政使，掌管一州财政，官员任用、政令发布之权，与乔总督一文一武，共治云州，官阶相同。本官做的也都是分内之事，不知乔大人用什么身份提醒本官？不知道崔大人的崔是哪个崔？能兜得住崔大人的任性吗？本官12岁便是陛下钦点的探花，那时陛下便道：英雄不问出处，能者居之。本官用10年时间，从县令做到布政使。乔大人觉得本官需要人兜底吗？方才本督不过是与崔大人开个玩笑罢了。崔大人真是年少有为，让人羡慕啊！乔大人过奖。本官刚到云州，政务繁忙，就不留乔大人闲叙了。改日有空，我做的，请乔大人喝酒。哼！他可真嚣张，敢这么对公子说话。他在云州一手遮天，嚣张惯了。陛下这次让我来云州，一层
是为了云州的富庶；二则就是铲除他这名人；三则是疏通商道，让云州百姓过上好日子。云州已经多年没有富顺上缴，连换3任布政使，商道阻塞，百姓艰苦，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虽手握整个云州的兵马，但是属下相信，公子若要收拾他，必能手到擒来。现在什么时辰？快到酉时了。回府。啊？公子想沈小姐了？公子以前刚上任的时候，每天吃喝用住都在这衙门里，现在天还没黑就要回去了，就是想沈小姐了呗。闭嘴！他现在还病着，我要回去晚了，他肯定和我吵。我是不想和他吵。公子说什么便是什么。等，放开！怎么不点灯啊？这是我自己房间，想点就点，想不点就不点。你吃什么长大的，力气这么大？你坐下。写几个字，我看看。干嘛？让你写就写，快点。哦。你这个字写的还可以啊。等等，你身手敏捷，应该是学过武，要写得一手好字，应该也是读过书的。他终于发现我不是小官了。哎，现在当小官都要文武双全，要求这么高了吗？对了，你这几日早出晚归的，都去干什么了？我身为永安王府的公子，自然不能吃软饭。我去布政使衙门谋了份差事。什么差事啊？布政使。什么差事？布政使。你不要因为你认识几个字，会看账本就能当布政使。布政使可是朝廷的正二品官员，是我们云州最大的官儿。你不信？我也很想信，但是你这牛吹的实在是太厉害。你知道历任布政使都多大年纪吗？最起码40岁以上。你才多大啊？唉，怎么了？被我识破，恼羞成怒了？我跟你说啊，你在我面前吹牛可以，出去就别吹牛了，容易被人抓起来坐牢的。哦，你还没跟我说过你叫什么，哪里人，家里还有什么人？说了你又不信，说了也白说。只要你不说你是永安王府的崔玉衡，其他的我都信啊。太巧了，我就是永安王府的崔玉衡，你爱信不信。你比我还入戏呢。对了，你明天别外出啊，陪我去查账。蠢女人。娘，娘，我查到了，我查到那个小白脸的来历了。他是什么人？我买通了沈慈秋的一个婢女，那婢女说那小白脸他根本就不是永安王府的公子，而是领人馆的小官儿。有证据？有啊，那个婢女亲眼所见沈慈秋接的人，而且我还买通了领人馆的门房。门房说那个小白脸那就是沈慈秋让领人馆的老鸨玉娘到城外找了个没接过客的清官儿。太好了，沈慈秋那个贱人现在在哪里？就在沈氏商行查账。你现在立刻就去请族长，再把那个婢女和领人馆的门房都叫来。今日我要打死那个小白脸，断沈慈秋那个贱人的腿，不和我沈氏的家业。好。你说这么多账本，查得完吗？都说这新官上任3把火，这第1把火就烧到咱们身上，可万一真被他查出来什么怎么办？出问题了，我觉得不可能。这些账本我已经全部请星火先生核查了一遍，
其中有2位掌柜账本有问题，是你们自己来解释，还是我送你们去官府？沈小姐，我现在是沈家家主，同我商议公务时，该换我东家。我们今日连星火先生的面都没有见到，小姐说我们账本有问题，请拿出证据。陈掌柜要证据，这个简单。陈掌柜做的账本是阴阳账，这本是明面上用来骗家主的账本，而这本才是真正的账本。2本账本相差13133两银子。你怎么会有这么个账本？星火先生查出你的账本有问题，今日你出门之后还派人去你家问你媳妇儿拿的。他怎么会把这本账本给你？因为你儿子欠了赌方1000两，他若不给我账本，腿就要被打断。你做去陷害我儿子！是你儿子自己欠了赌方1000两，我跟赌方的人说，若是拿回账本，我给他们1100两。现在我给你2个选择：一，将你这些年吞没的银财悉数还我；另一个，蹲大牢。沈氏1年失踪那些穷鬼都有1万多两，这几千两银子就当资助我好了。毕竟我这么多年为沈氏效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不选，我替你选。差爷，进来抓人吧。沈慈清，你要干什么？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是你自己不珍惜。按我朝律法，偷窃1000两便可处以死刑，而你的盗窃金额已高达10000两之多，这个数额够你死10几回。差爷，辛苦了。走。误会啊！东家，我挪用了账上300两银子，日后从我的薪俸里扣。快起来吧，我听闻王掌柜的母亲最近生了大病，花费家里所有银两才治好。若非家父去世不便登门，我早就想拜见了。净水，这些银票是我拜访你母亲的，你收下吧。多谢东家。沈慈秋，你找个小官冒充王府公子，简直胆大包天！你给我出来！把这个卖屁股的给我老公打死！住手！谁敢拦，连他一起打！我来。我去，他武功这么高！你这是做什么？别冲动，有话好好说啊！你们是想死吗？竟敢对我无礼！你要卖屁股的你！再敢对我无礼，下次就削你脑袋！上次便跟你说，别再用你脏手指着我。我好好说话，别动手啊！族长，是他们先动的手啊！我夏某是何等身份，岂容他们诬陷造谣？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王府的公子，是领人管的小官，他就是卖。我有证人可以证明，那是沈慈秋买来的小官。对，他们就是证人。我亲眼看见小姐和净水商议买小官，然后在茶马古道边拦住马车，将他带回沈府。我亲耳听见沈大小姐与馆主商议，买人冒充她的未婚夫。族长，你都听见了吗？他根本不是王府的公子，他就是个冒牌货，赶紧报官，把他抓起来。好啊，那就报官。不能报官，你的身份可经不起查。
看他的表情，就是心虚。买个小官儿冒充王府公子，简直就是无法无天。你这个骗子，都这个时候了，竟还敢行凶！我已经派人去请知府大人了，到时候你们一个都跑不了。完了完了，他们真的报官了，你快点走。我逃了，你怎么了？你别管我，自有办法，快走。知府大人已经把这团团包围了，我看今儿你们谁能跑得走？躲起来！本官接到报案，有人胆大包天，买来小官冒充王府公子行骗，那人在哪里？这女人平时看着凶巴巴的，胆大包天，出事了还挺讲义气。哎呀，知府大人，花钱买小官的人便是他，他想霸占族中幼弟的产业，不惜买来小官来冒充王府公子入赘神府。如今人证物证俱在，还请知府大人将其缉拿归案。抓起来！对，知府大人，还有那个小白脸，把他也给抓起来。来人，在，给本官抓起来。是。慢着。所谓沈慈秋买小官行骗，只不过是这帮人恶意重伤污蔑。我本就是崔玉衡，何骗之有？哼，你这个小官，竟敢阻拦官府办案，罪加一等。知府大人一定要严惩他。哎呀！云城知府见过布政使大人。不必多礼，这几个闹事的，你处理一下。是，来人，在，把他们几个全都抓起来。大人，是不是搞错了？他就是个小官啊！大人呐，他就是个卖屁股的，这怎么可能？嘴，不得对布政使大人无礼。来人，把这老妇和这几个生事的人全部拖下去，关入大牢。大人，你身为知府，今后行事不可再如此莽撞。本官今日是被这几个刁民给骗了，日后定当谨慎行事，还请布政使大人责罚。你知错能改，还算不错，责罚就不必了，先退下吧。是。他现在总该相信我就是云州布政使了吧？你实在是太厉害了，竟然能让知府大人陪你一块儿演戏。说吧，花了多少银子？不过我事先说好了，无论你花多少钱，我都不报销的。你觉得方才知府在陪我演戏？对啊，不然你真以为自己是布政使啊？你……哎呀，行了行了，我知道的，你在布政使衙门当差，和这知府有几分薄面，只给点银钱就可以让他配合你演一出戏。不过我说啊，这种事以后少干，是会杀头的。蠢死你算了！哼！扶我一把，我腿软。你怎么了？快扶我一下！小姐，你怎么了？吓的。啊！哎呀，我就说，看他气度不凡，又文武双全，怎么可能会是小官儿？小姐，你的意思是，他是你的未婚夫崔玉衡，还是云州的布政使？没错。还不对啊，你刚不是说他花银子买通知府大人演一出戏吗？你是不是有点傻呀？那知府大人是可以被银钱收买的吗？还会对着一个小官下跪？况且这假冒布政使可是重罪。那现在怎么办呢？没事儿，只要我不承认他是崔玉衡，他始终就是我买的小官。只不过我们以后对他好一点，算挽回一些之前不好的印象。好。公子，公子，我听说沈老夫人去上号闹事了，你没事吧？没事。公子，你往后出去还是带着属下吧，你要万一有什么闪失，
王爷非得批了我呀！这里没有外人，你们就别演了。再说，今日不是你非要去看炒茶，这才没跟着的吗？我才不是看炒茶，我是去布政使衙门给公子处理公务。静水，他说的没错，隔墙有耳。他随时都要保持着贵公子的气度，我们以后啊，也要对他再尊重几分。是，那个布政使大人有什么新的消息了吗？新来的布政使十分低调，目前还没有什么消息。不过再过1个月便是秋季了，依着规矩，秋季由他带领云州的官员进山，到时候定能见到他。还有1个月的时间，我们要好好准备，一定要想办法让他给我们题字。这蠢女人，证据都摆在她面前了，她都不愿意相信我是崔玉恒，还想让我为她题字，门儿都没有。你能不能别画了？为什么？实在是太丑了。我画的丑，那你画一个试试。果然是王府养出来的公子，这画画的技艺真是绝了。我觉得你画的也就那样吧，这画的也没有我好看，你叶子画的都不直。你有没有见识？直直的叶子才是最丑的，好看的兰花图就应该闲适典雅，如端方君子，清风朗月在外，宠辱不惊。你骗谁呢？就一幅画而已，哪来的宠辱不惊？你流氓！首先，我们是正经夫妻；其次，方才是你先亲的我，就算耍流氓，也是你先耍的。方才那是意外。我不管，我这人从不吃亏，你占了我便宜，我必须得占回来。那方才就算是扯平了，那个你说的头头是道的，我就当你是画的好了。那你现在把那个梅花、竹子、菊花都给我画出来，凑一个四君子图。你要四君子图做什么？还能做什么？当然是骗你画画啊！这会儿先骗你画画，再骗你写下你的名字，如此一来，我就拥有布政使亲笔题的字，亲手画的画。我可真聪明。我准备做一套精美的茶盒，装上审视最好的茶叶。寻常百姓是喝不起茶的，喝茶的都是一些附庸风雅之辈，所以我便做一个最精美的茶盒给他们。把画画在茶罐上，怕是会增加成本啊。能喝得起最好茶叶的人，自然不会在乎这些银子。你试想一下，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一群读书人围炉煮茶，讲的是雅士，喝茶的杯盏也是雅致的，就连装茶叶的盒子也是雅致的，是多么一件雅致的事情，谁还会在乎那点银子呢？那这一套茶叶，你打算卖多少钱？比平常的贵1倍。你这个奸商！我赚钱，他们赚的是心情，这叫双赢。对了，你觉得秋季那天，我用那个精美的茶盒装上审视最好的茶叶，送给布政使大人，如何？你要送茶给布政使？我仔细想了一下，我对布政使大人不是很了解，不能够确保他给我主动题字，但是我送一套茶叶给他，只要他说一个好字，
不论他是夸茶还是话，我都可以对外说布政使大人说沈氏的茶叶好。如此一来，就算他没有亲自给你题字，也能给沈氏茶叶加上一个噱头，提升销量。聪明，就是这个意思。你可真会钻空子。还好吧，云州多山，产的粮食不够百姓吃的，但是我们茶叶如果销量好了，茶农挣到钱，在运茶回来的路上买点米再运回来，平进平出卖给百姓，这样云州的米价就会下降，对布政使来说也是一桩政绩呢。这样云州的米价就会下降，对于布政使来说也算是一个政绩。他经商的时候点子是真多呀，虽然懂得顺杆爬，却也给我提了个醒，商道若不通，云州百姓很难过上好日子，得尽快解决乔氏。哦，对了，你还没有喝过最好的兰香雀舌吧？不如我亲自泡给你尝尝。这兰香雀舌，你之前说过，沈氏茶园1年的产量都不到10斤，这么贵的茶给我一个小官喝，合适吗？哎，不要再说自己是小官了。自从我们成亲那天起，你便是永安王府的公子崔宇恒，值得最好的东西。往后若是有人问起你兰香雀舌的味道，你答不上来，丢的是我的脸。敬水。如何？闻之如兰草悠悠送香，茶色清澈透亮，入口又小溪潺潺，回味甘甜如蜜。好茶。你是懂茶的，那你就多喝一些。喝完之后赶紧作画。我怎么感觉你在算计我？你一个小官儿，我能算计你什么？大胆！好了，这里又没有外人在，你就别摆王府公子的架子，赶紧画。这熟悉的味道，看来是我多想了，他还真不相信我便是崔玉豪。快点！他也太敏锐了吧！方才看过来那记眼神，好吓人。好在我反应快，圆过来了。哎，等会儿，你现在既然顶着崔玉恒的名头，就要学会写他的名字。写一个，我看看。崔玉恒和追风今日出门了吗？我亲眼看着他们出的门，我还故意让姑爷给小姐带徐记点心。这家点心铺子通常都要排队1个时辰以上，所以不管他们是出门闲逛，还是去布政使衙门上职，都没那么快回来。干得漂亮！你快去把这4张图拿去雕版，然后这个字呢，就雕刻在图的空白处。小姐，我们这样做被他发现了，他会不会生气啊？你觉得我们是做这个事，还是把他当成小官绑回来？哪个是更生气？当然是把他当成小官绑回来。那就对了呀，他的身份是瞒不住的。秋季那天，他的身份会人尽皆知，我也不能再装傻了。小姐，他会不会把我们杀了呀？我爹救过他的命，
应该不至于杀了我，但是肯定会休了我。所以在这之前，我们就能多拿点好处，拿点好处。像这些墨宝字画，能多拿就多拿，万一以后有什么事儿，还能换银子。小姐说的对，我现在就去把它们全部雕刻成板。快去！早上出门的时候，静水就说沈小姐要吃海棠酥，让您给她买，您说不买，现在您又来给她买。公子，你是不是喜欢她？他这个人精于算计，性子又差，我给他买是怕他念叨。啊，公子说的是。让开，快让开！啊，你别惊了马。崔玉衡油盐不进，十分烦人。这男人啊，都喜欢英雄救美，只要这崔玉衡救下婉婉，我就能让他娶婉婉。只要他娶了婉婉，便是我女婿了，往后就任由我拿捏了。啊，婉婉！崔玉衡不按常理出牌，婉婉那般貌美，他居然没服。这是小女婉婉，方才多谢崔大人相救。乔大人客气了，抬个脚的事。崔大人是小女的救命恩人，改日定上门道谢。哎，不用。乔大人雄壮威武，令媛深得乔大人真传，就算是撞上马车也撞不坏，这线就不变。这对父女碰瓷找错人了，我家公子可不懂什么是怜香惜玉。爹，我们回府吧。崔大人的眼神，本官瞧着不是太好啊。乔大人，若是有好大夫，记得给我介绍介绍。没有的东西，连个男人都不会扑。这乔师礼是拉拢公子不成，改用美人计了。公子方才反应好快啊！这要是我可能就服他了。我要是反应不快，他就撞坏了我买给沈慈秋的点心，那我还得重新买。哎，您刚才没服他，是为了护住给沈小姐买的点心？不然呢？哎，您刚才没服他，是为了护住沈小姐的点心？不然呢？她这么大一个美人，在您心里不如这点心。美人？怎么，你看上她了？要不去乔府给你提个亲？没有，不用了。没有最好。那个乔师礼，算盘都打到我脸上了。我最讨厌被人算计，加快收集他的罪证，我要尽快弄死他。是。沈慈秋看着精明，实则傻得紧。我都给他那么多线索，他还猜不出我的身份。明日秋祭，您带着众官员上祭台，他不就知道了？还真有些期待他知道我真实身份后的反应。我猜啊，他肯定是先吓一跳，然后哭着求你原谅他，然后他就说以后对相公百依百顺。嘿嘿，走。你要的点心。哇，这家点心很难买，你真去买了呀？相公你真好。只此一次，下不为例。这是在……哦，我爹已经去世49天了，按营城的规矩已经过了孝期，除了不能穿颜色鲜艳的衣服，门口不能贴红对联外，一切都可以照旧了。
那便就是能与他圆房。沈思潇，你有喜欢的人吗？有啊，谁？我爹、我娘、平安、净水，都是我喜欢的人。那你有想共度余生的人吗？有。谁？财神爷。啊！他们都出去了吗？今日秋季，一早上姑爷就带着追风出门了。方才张掌柜也按照小姐的吩咐去圣庙送茶叶了。那就好。小姐，您真的不去圣庙吗？不去。我在想，等他回来之后，我是跪着哭，还是躺着哭，还是抱着他的大腿哭呢？我这段时间偷偷观察了一下他，我是觉得他喜欢小姐您。要不小姐您考虑一下色诱，把他说服。少看的那些画本子好不好？我是觉得小姐与其每天担惊受怕的，不如直接上。反正姑爷长得挺好看，小姐也不亏。好像也有点道理。夫人，布政使大人差我过来，接夫人前去圣庙观礼。布政使大人？是，大人特意交代过，大人与夫人的感情真的很好。他与我的感情的确是极好。那夫人这边请。你先请带路。真是越来越嚣张了，这些骗子都跑到家里来骗，简直就是找死。就是，小姐到现在都没有承认姑爷的身份，如果是姑爷派来的，一定不会叫小姐夫人的。净水，取水来。是。夫人，这是干什么？说，是谁派你来的？是布政使大人啊！你还不说实话？你再不老实交代的话，我就把你剁了，扔在茶树底下当肥料。不，我说，我是我，是我。你是谁？好熟悉的香味。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云州总督的女儿乔婉婉。你是怎么发现她不是崔大人派来的？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默契。你想把我骗出去干什么？眉如远山，唇红齿白，肤如凝脂，纤若削成，腰若拂柳，不但长得美，还灵动娇柔，难怪崔大人会为你动心。这么会夸，多夸我，我爱听。只是你美则美矣，出身却太低了。当初若不是沈乔救了崔大人的命，就你这低贱的商户女身份，顶多给崔大人做个通房。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这崔玉衡都没有嫌弃我，你算哪根葱啊？哪来的立场嫌弃我？我父亲看上了崔大人，想让他做他的女婿，也就是我的夫婿。你若识相一点，就自请下堂，如此一来还能全自己几分体面。你父亲看上崔玉衡，我便要自请下堂，真是好笑。净水，送客吧。是。乔小姐，这边请。你离开他，我给你1万两银子。崔玉衡这么大的官，就值1万两银子？10万两白银，1分都不能少。好。是正经的官票，只不过这个官票数额巨大，依照我们从商的规矩，要签订合约，省得双方反悔。净水，取笔来。是。小姐，
乔小姐，到你了。乔小姐，到你了。他今日回来，以便与他和离。好。小姐，您真的要跟姑爷和离吗？反正他迟早都要休了我，我主动和离还能赚10万两银子，怎么算都是我赚。不过这男人可以嫌弃我，我也可以不要他。被人逼着和离，可不是我的作风。小姐，你想做些什么？乔氏里把控云州多年，百姓苦不堪言。我不知道崔玉衡要对乔氏里做什么，但是我觉得我可以给他们的关系再添一把火。这火要怎么加？备马去寺庙。是。最近这街上怎么多了这些衣衫褴褛的百姓？听说前段时间上林县爆发了山洪，百姓们都流离失所。祭天已经结束，崔大人早些回府歇息吧。哎，不急，依着流程，祭天结束之后，要见一见云州的百姓，听听老百姓的声音。他们不过是群没见识的泥腿子，崔大人乃永安王嫡子，身份何其尊贵，尤其是他们能见的。看来乔大人这段时间没少在我身上花心思，这是把本官的底细都摸清楚了吧？崔大人到云州后，便娶了沈府的沈慈秋为妻，日日进出沈府。本官想不知道崔大人的身份也难呢。本官听闻那沈慈秋从小就胆大妄为，嚣张跋扈，整天抛头露面，不知温柔为何物，实配不上崔大人呐。慈秋的性子的确是飒爽利落，比不得乔小姐站立不稳，当即往男子身上倒。你，乔大人别误会，我没有轻视乔小姐的意思，只是我呀，单纯的喜欢身体强壮一点的女子。别的不说，慈秋至少不会风一吹便倒，日后也能早日给本官生个大胖小子。只怕今日过后，他就不再是崔大人的妻了。什么意思？崔大人迟些便会知晓。今日沈府来的是张长官，不是沈小姐。崔大人不是要见云州百姓吗？见完再走也不迟。崔大人，让外面等多的百姓们进来。是。第一次见崔玉衡穿官袍，别说还挺好看。相公，救命！怎么了？他这从进来开始，没见一分惊讶。他应该上次见到知府时就知道我的身份，一直在我面前装傻。他这会儿要做什么？今天这乔总督的女儿来到府中，说乔总督看上你了，给了我10万两银钱，让我与你和离。我与你感情深厚，我哪里舍得与你和离？还有这种事？可是乔总督说了，我如果不同意的话，乔总督就会把我杀了。乔大人，本官今日才知，我在你心中竟这般值钱。这没有的事儿，这贱人就是在胡说八道。崔大人，你可不要被他给骗了。我没有胡说八道，我有证据。你收银子了？这乔小姐带着一大群人气势汹汹地冲进来，还拿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不敢不收。不过这个银钱，我现在就可以把银子还给崔大人。他不是冲我来的，他是冲乔诗礼来的。算了，陪他演戏便是。贱人，
你这是在栽赃！乔大人，这还在理，不仅使用武器，还动手打他，真当我好欺负吗？她不过是个粗鄙的商女，崔大人真要为了她的栽赃之词跟本官动手吗？是栽赃还是事实？婉婉那个蠢货，怎么能签这种合约？乔大人若是不识字，那我就请在座的诸位大人看看。追风。这真是啊，看来是真的。确实是啊。乔大人，还请您不要拆散我跟我相公。放心，只要我不同意，没人能拆散我。他这样激化我和乔氏的关系，想断了我娶乔婉婉的可能性。难不成他真喜欢我？崔大人一表人才，小女见过一面便心生爱慕，这才做出此等出格之事。我给崔大人赔个不是。哎，乔大人该赔不是的不是我，而是内子。崔夫人，抱歉。我与我家相公自幼定亲，感情深厚。你一句道歉，没有任何赔偿，就想将此事接过？那你想怎么样？除非你把这钱赔给我，我就考虑原谅你。好家伙，他不仅要激化和乔十里的关系，还想把乔婉婉给的银子全吞了。崔夫人，真是让本官大开眼界呀！乔大人过奖了，您今日赔我的银钱，我们会去买米施粥救百姓，我替百姓们谢谢你啦。今日让诸位大人们见笑了，我请大人们喝茶。多谢夫人。大人还有公务要忙，我先不打扰了。大人还有什么事吗？我忙完便回去，你在家乖乖等我。完了，真的完了！我好像真的暴露了。你说他会不会？难道杀了我？有可能。那算了，反正做都做了，这个时候能多为自己捞点好处是一点。他如果真的拿刀砍我就拿我爹救他的恩，挟恩求报。小姐，他回来了，快去把门锁锁上。是。你家小姐呢？在里面。来，干啥？你还在这傻站着干嘛呀？真没眼力劲儿。可是小姐她……我家公子吃不了你家小姐。这是又怎么了？我回来路上感染了非常严重的风寒，你快走吧，省得过了病气给你。我之前学过一点医术，会用金针退烧。来，你起来，我给你扎一针，保证针到病除。不行，我体质特殊，扎针对我无用，就不劳烦你了，赶紧回去吧。照你这做法，没病死，先把自己闷死。我数到3，你要是再不起来，我就让追风把净水先剁了。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件事情跟净水没有关系。你有什么事，你冲我来。病这么快就好了？把你认错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我，你自己也有责任，所以你不能来指责我，你也要自我检讨。合着还是我的错？对啊，我们自小定亲，我都集齐2年了，你都没来家里议亲，你说是不是你的错？我爹说，夫妻之间相处，如果做错了事儿，最好的扭转局面的方法就是翻旧账。这事是我不对，
承认就好。若不是你一直没来娶我，我也不至于为了护住神府，去买一个小官冒充你。之所以没来娶你，是因为这些年一直在任上，不便娶亲。我这次调任云州布政使，就是来和你完婚的。只是没想到一来云州就遇见了你。那既然是和我完婚的，你为何一开始不本明身份呢？我记得一开始就告诉过你，我的身份只是某人，死活不相信。这也不能怪我吧？你不穿官服的时候，往那儿一站，不就是个小官的模样？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把方才的话重新说一遍。不要。那我换个角度，你都是布政使大人了，你还天天不穿官袍，你就是故意瞒着我。我不仅告诉你我是布政使，是你非但不信，还嘲讽我。云城知府给我下跪那次，你就已经相信了我是崔玉衡，是真正的布政使。我没有，我是今日乔婉婉上门时才知道的。那你敢对着这4幅画说我在作画时你不知道我的身份？这有什么不敢的？我就是不知道。倒是你，明知道我今天要去圣庙找你，还不说，故意吓我，你真坏。你可真会倒打一耙，把我当小官劫回来不说，还用10万两把我卖给乔婉婉，故意让我和乔十里对上。这些账你打算怎么算？你要是问我怎么算，算了，毕竟我爹救过你的命嘛。这丫头也是傻，我若是真要跟她计较的话，早收拾她，岂能容得她那般放肆？若是玉娘真给你送了小官，你会和她如和我这般过日子吗？当然不会了，若真是小官的话，定然镇不住我的祖母和二叔，早就露馅儿，我肯定早就踹了他，一天都过不下去。是吗？像你这般英俊潇洒、文武双全的人，就连最头牌的小官都比不过你。再拿我和小官比，饶不了你。那之前那些事儿，是不是就可以接过去了？再推我一下试试。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生气啊？谁说的？之前快被你气死了。之前生气，那就说明你现在不生气。那你把你的私印借我用一下呗。我已经给你画了4君子图了，你还要用我的私印？这个图又没有盖章，谁知道是你画的？啊，没门。哎呀，就盖个章嘛。那实在不行，你盖一个章，我亲你一口。哇，你还诚心提了字啊？这个字比你那天在白纸上写的还要好看。这有了你的画，又有了你的字，我的茶叶一定可以大卖。这个画呢，已经送去雕版了，再雕上你的印就好了。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啊，一定是之前我太宠着你了，才让你这般骑在我头上。你你这是干什么？显而易见，我想和你圆房。我觉得你现在有点激动，
要不然还是先冷静一下。毕竟你若和我圆房之后，往后我可能就会赖上你，你就很难休了我，然后你再娶高门贵女。原来是怕我休了你。傻丫头，若是我不愿意，你觉得你能把我接回沈府吗？什么意思？意思是，娶你那天是真娶，从一开始，我就想和你做真夫妻。崔玉衡真是个禽兽，男人真是太可恶了。不行，我投降。是你说的，4张图4次，我这人比较实诚，一次都不会少你的。这次第2次，我说的4次是4次亲亲，不是这个。我不管。之前你都可以装糊涂不认我，那我也可以把你说的亲亲理解成这种事。反正左右都是亲。你能不能先赊账啊？可以，但我这人不喜欢半途而废。你再忍忍。报应，早知道上次就承认他就是的，也不至于这么折腾我。小姐，换个角度想，他应该不会凶你了。他这样的身份，算起来还是小姐赚了。你这么说好像有点道理。他人呢？一大早上就带着追风去布政使衙门了，走之前还特意交代我不要打扰你。我觉得他还是挺体贴的。体贴？你算了，不说他了。你赶紧把他的印信拿去雕版，这个月把茶盒做出来，明年开春好卖茶叶。姑爷一早上就交代我了，我已经吩咐下去了。算他还有点良心。他走之前还特意交代厨房给您炖了燕窝，这会儿应该已经好了。小姐梳洗打扮过后便可以用了。这样的话，我就勉强原谅他吧。哎，小姐，昨日从乔世礼那里坑来的10万两银子，真要全部买成米粮设周棚施粥吗？当然了，这种积攒功德的事情，我不但要做，还要大张旗鼓的做。这蠢货，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我让你去解决沈思秋，你倒居然跟他签个合约，把把柄送到他手里，害我成了全云州的笑话，还搭进去10万两银子。是沈思秋太狡诈了。正常情况下，谁会把那种事闹得人尽皆知？他太不要脸了。你跟你的几个姐姐一样，最大的价值就是替我稳固权力。他那般不听话，父亲可以如以前那般，直接就把他给杀了。你真是个蠢货！崔玉衡是永安王府的嫡子，还深得陛下器重。他若死在云州，只会招来更大的麻烦。原来如此。哼！我给你半年的时间，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拿下崔玉衡，否则我不但会把你送进庙里做姑子，你的姨娘也可以去死了。父亲放心，女儿一定会完成父亲交代的任务。下去吧。是。老爷，神父真的在城中设棚施粥。沈思秋这个贱人！神府施粥的人还说，布政使听说云州今年山洪冲垮了无数民宅，便让戚夫人开棚施粥1月。城中百姓都在夸布政使和戚夫人。用我的银子施粥，为自己博好名声，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沈乔那个老实人，
竟然生了个如此奸猾的女儿。老爷，这事要处理吗？无妨，施州是柄双刃剑，能正名声，也能卷进大麻烦。是。你再去一趟州府衙，把沈府那3人放了，让他们给沈慈秋好好添乱。是。上林县洪灾，百姓流离失所，米价疯涨，下官颇为头疼。布政使夫人开设粥棚，为百姓施粥，暂缓灾情，实乃大功德呀！对呀，对，就是太好了。内子素来心善，开设粥棚是他的心意，但这次洪灾让云州粮价暴涨，急需解决。诸位可有良策？正常遇到洪灾，应当开仓放粮。是啊，对呀，没错。本官看过云州粮仓，余粮并不多，有一部分还是军备粮，军备粮是不能动的。剩余的粮食，就算全放了，恐怕也不够。还有没有其他法子？都先退下吧。公子，沈小姐，夫人最了解云州啊，她胆子大，主意多，为何不回家问问她有没有办法？说到她这次做的事，乔十里不会放过她，周鹏那里必定会生乱子。立刻派一队守卫去那里，有人生乱，就地格杀。就地格杀，会不会吓到百姓？为官一任，既需要菩萨心肠，也需要雷霆手段。他既是菩萨心肠，那我就得是雷霆手段。况且我上任2月有余，再不出手，只怕有人会觉得我是面团子好拿捏。照我说的去做。是。我的私产到了吗？您刚赴任的时候，私产由侍卫押入云州。昨夜领队给我传消息，问东西应该放在哪儿。但是昨夜的情况，我也不好打扰你。就你记住，吩咐他们把那些东西都系上红绸，送去沈府。全部吗？不然呢？属下这就去安排。公子这般搬进沈府，有一种带着嫁妆入赘的感觉啊！属下这就去办啊！清水，快让我掐一下，我这是不是在做梦啊？挺疼的，小姐，你没有在做梦，这些都是真的。这些还不算贵，真正贵的在我手里。夫人，拿好了。这个是什么？夫人，你自己看吧。这不会是你们家公子贪来的吧？若是贪来的，我可不敢要。不是贪来的，你放心收着吧。你当的什么官啊？能挣这么多？之前在沿海缴过海扣，陛下有过旨意，缴扣所得归我私人所有。加上这几年我政绩做得不错，陛下给了不少赏赐，全部加在一起就是这些。曾经那个名扬全国的东海海扣，是你缴的？你还知道东海海扣，还不算孤陋寡闻。怪不得这么能打。什么表情？我相公好厉害。不过你把这些东西都搬来沈府，是什么意思啊？这些是我的全部家当，也是我给你的聘礼。聘礼？对啊。先生啊，要不我让父王和母妃再添置一些，毕竟我还要在沈府吃5年的软饭，银钱得备足啊。
你就算在神府吃5年金子，也吃不了这么多。吃不了，那你就收着。毕竟，以后我们还会有孩子，孩子花用可不少。哎，别这样啊！静水，你不是带我去看炒茶吗？走，现在走。我什么时候说过？你刚才说了，别反悔。有点眼力劲儿。哎，都走吧。昨晚感觉如何？不要脸！你才发现？不过可以理解，毕竟我们成婚才2个来月，一辈子很长，我慢慢了解。臭流氓！流氓那也是跟你学的，毕竟是你把我接回来的，也是你先对我动手动脚的。这是什么？你要是还不舒服的话，晚上我给你上药。你，原来你也会害羞啊！大人，大人，如您所料，周鹏来了几个闹事的人，属下杀了挑头的，抓了几个闹事的人。一番审问后，那些人什么都不说，还请大人明示，如何处置他们？他们不说，是觉得靠山还在，会来救他们。先把他们关起来，一旦靠山倒了，他们自然就什么都说了。这几日把周鹏守好。是。你在周鹏里也安排了人？是。乔氏里吃了这么大的亏，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往后我们要小心。东家，大喜事啊！秋季那日，诸位大人喝了我们的茶，都感觉极好。这是诸位管事来我们商行下的订单。东家真是瞒得紧，这崔公子是布政使大人的事儿，我还是今日诸位管事找上门才知道。难怪小姐之前笃定地说能拿到布政使大人的题字。我那个时候真不知道他是布政使。他身份特殊，我怕有人说他以权谋私。这些订单我都看过了，数量太大，价格定得太高。你通知各府管事，我们茶园的茶叶数量有限，每府只能买2盒，价钱就按照之前的定价。东家这是有银子都不赚吗？有的银子能挣，有的银子不能挣。他们这不是在买茶，是在变相行贿。你去通知神府商行，任何人不得打着布政使大人的名号，接收任何订单，收取任何钱财。若有人违法，立刻送去府衙。东家说的是，那我现在就去退单。我以前以为你为了赚钱不择手段，没想到还有底线。你可是我最大的靠山，我可不能让你这个靠山倒。你放心吧，我不会给你拖后腿。除了沈氏商行，沈府我也通知了，任何人都不得打着你的旗号敛财。对了，云州的商道你打算什么时候疏通？布政使衙门事务繁忙，这事不急。怎么就不急了？商道不通，不仅云州的茶叶出不去，外面东西也进不来，严重影响老百姓的生活。那你求我，你若能让我开心，这事好说。公子出事了，米价一夜之间暴涨了1倍。我什么也没看见啊。小姐，我们施粥的米快要用完了，米价那么高，我们还要不要继续买啊？云州米价这么快就涨了1倍，一定是乔氏利益搞的鬼。之前对外说要施粥1个月，现在米价疯涨，撑得住吗？撑不了多久。我今日去问过城里的米铺了，不但价钱上涨，而且城里的米还被严格控量，每个人最多不能超过10斤米。他只是想把我黑他的10万两银子赚回去，还顺带抹黑我们的名声。
那怎么办？朝廷可以开仓赈灾吗？能是能，但粮库存量不多，就算开仓放粮，只怕粮价降不下去。那就换个思路，不让粮价下降，反而筑桥是礼一臂之力，让粮价上涨。涨价？没错。若是涨价的话，城里百姓买不到米，城里会出乱子的。你们没做过生意，不知道生意人赚钱的狠劲儿。若有1成利在，便会有人疯狂下场；若有3成利在，便会有人拼命。若放出消息，云州粮价暴涨，那必定会有粮商疯狂往云州运粮。没错，只要商道通畅，不愁米上进不来。而乔失礼，觉得粮价暴涨，他还想收割一把，那必定会下场。所以布政使大人的任务极重，你去从他手中抢夺商道，断绝他从上人手里抢粮的可能，让他自己花钱买粮，将他套牢。不但是个奸商，还极懂得利用所有的资源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那布政使大人觉得这个方案如何？要不要派人疏通商道？论坑人，还得是你。志峰，今夜就带着我的亲卫队，将商道上那几个土匪窝全给端了。是。净水，你去飞鸽传书给云州外且离云州最近的商队，让他们大肆宣扬云州米价上涨的事情。我要让他们在1日之内全城人尽皆知，用最快的速度将米运进云州。是。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家公子和你们家小姐很有默契啊？何止是有默契，简直就是互补的大杀器。我觉得他们俩在一块儿，能把乔失礼玩死。那是必须的。你的米粮最多能撑几日？7日。那外面的米粮最快几日能到达云州？6日。米价疯涨，领州的人会越来越多，这个因素你考虑进去了吗？考虑进去了，所以会让省府的人每日出去买米，也会让省府的商队运一些米进来，他们会是第一波到的。所以7日我还说的保守了，抽10日应该问题不大。我现在有点明白净水说你是生育奇才的真正意思了。布政使大人过奖了。崔大人，云州城的粮价3天翻了3倍，你也不管管。乔大人费了这么大的劲，得到这样一个结果，你看起来倒是挺开心。管控粮价是你布政使衙门的事，与本官何干？本官知道，崔大人是出自永安王府，又少年得志，仕途通畅，难免会得意忘形。不过，在云州，不要说崔大人是永安王府的公子，就是永安王来了，也得给我趴下。乔大人的话，我会转告德国王。本官其实是十分欣赏崔大人，小女婉婉，崔大人也见过的。只要你休了沈思秋，娶了婉婉，往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成为一家人之后，以后有什么事情都好商量。商量你个鬼啊！沈思秋，你疯了吗？竟敢打本官！你个臭不要脸的！你让女儿嫁不出去，天天缠着我叫。他要是缺男人，他自己去问青楼啊！你个泼妇！我泼妇？你身为总督都干成阿皮条的事儿，我还不能当泼妇了？难不成我要把自己的相公拱手送给他呀？给我！
谁敢动我妻子，我就杀了谁。崔玉衡，你疯了吗？竟然为了一个泼妇对我拔剑相向！我可是云州总督。那又如何？让我娶你女儿不成？就对我妻子下手，就算传到陛下那里，我也占理。哇，他护着我的样子好英俊啊！崔玉衡，你会为你今日的决定付出代价的。哼，是吗？那我就期待着乔总督的报复。你们给我等着！我们才不怕你呢！你怎么过来了？啊，我过来是想告诉你，我们沈氏的米已经运进云州了，咱们周鹏的米是不会断的，想让你别担心了。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你跟乔诗礼是不是有仇？是啊，乔诗礼他一心想让你休了我，可不就是我的仇人吗？以你的性子，再加上乔诗礼的官职，就算你再喜欢我，也不会因此就敢明着动手打他。你数次激化我们几个之间的矛盾，是想借我的手杀了他。你也不要这么小看自己啊！你那么优秀，要是被人抢走了，我简直天都塌了。至于那个乔诗礼，我就是看不惯他这么多年把持着云州，害得云州商道不通的样子。说实话，否则他来报复的时候，我可不管你，让他砍死你拉倒。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我爹的商队遇袭是有人精心策划的谋杀吗？那个乔诗礼就是幕后真正的凶手。你什么时候查到？我爹死后，我就一直在查这件事。我从沈府开始查，10天前，我查到我爹商队的行程是被我爹身旁的长随泄露给了我二叔，然后又被我二叔以1000两的价格卖了出去。那你是如何查到乔诗礼身上的？是从乔婉婉身上找到的线索。乔婉婉？没错，乔婉婉来沈府找我那天，身上沾染了我的香气。我爹在一次出行的时候，正好带了我调制的香，打算配着茶叶一起卖。那种香只有我能调制得出来，乔婉婉这香一定就是在我父亲死后辗转到他手上的。你还会制香？会啊，之前放倒你的那瓶香就是我对照着古籍学的。自我及笄之后，我爹就不让我再沾染生意上的事了，让我在家里面安心待嫁。但是闺中实在无聊，这制香又是一件雅事，我就去学了一下，还小有所成。对不起，我应该早些来娶你的。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知道我与你的身份相差太多，你就算悔婚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从没想过悔婚。不管你有没有想过，你来了云州，还娶了我，还肯为我撑腰，你在我心里已经是很好很好的了。可是这杀父之仇我必须得报。我知道，光是沈氏对上乔诗礼，我也欲以卵击石，所以我想借你的手。傻丫头，这些你该早告诉我。我不确定你会不会帮我，我担心你会从大局考量，阻止我。你既已知道我来云州是为了对付乔诗礼，那便应知我和他一开始就是死对头。沈老爷，爹又是我救命恩人，你是我的妻子，于情于理，我都不可能做这个。所以你的意思是你会帮我杀了乔诗礼？所以如果你还有其他计划，一定要告诉我，我们一起谋划如何灭了他。我觉得
我的计划还不是很完整，你可以帮我再完善一下。好。莫名有一种被人利用的感觉，但是我怎么感觉一点都不生气？我让你做的事情，做得怎么样了？城中的粮价又涨了1倍，已经1两银子1斤了。因为粮价太贵，百姓们都去神府的粥棚领粥了。属下估摸着，神府的米最多只能吃上7日。虽然城中还有其他富户施粥，但都是杯水车薪。等到神府的粥棚施不了粥，就立即让我们的人带着那帮泥腿子暴动。只要云州暴乱一起，我便立即上书陛下。崔玉衡这个布政使也是做到头了。大人说的是。大人，急信。是大人，先锋寨昨天被官府的人一锅端了。什么？一定是崔衡干的，难怪他竟然敢跟我叫板。清风寨是老爷养的人，他们一旦被拔除，这商道就通了，这米就能运进来了，到时候我们的计划就很难实施了。无妨，只要我们把那些粮上的粮食全部埋下，多拖几日，云州必乱。大人说的是。米商进云州了吗？进了，他们一进云州就被乔十里的人拦下了。我按夫人的吩咐派人在旁起哄，他们最终以高于市价3倍的价格全买下来了。很好，鱼上钩了。乔十里想要云州乱起来，必须要囤大量的粮食，如此一来，既能收割，又能让我滚出云州。他想的挺美。贪心的人一般都不会有好下场。净水，我们的商队进云州了吗？已经进了，他们现在可以开始行动了吗？不急，让乔十里再多收一些米。上回乔婉婉随手就拿出了10万两银子，说明这乔十里银子还很多。米商们运米进云州不容易，让他们多赚一点。你如此体恤你的同行，但这次你却赚不到银子，白忙活一场，你甘心？这世上的银子是赚不完的，我只赚我该赚的，不属于我的，我一分都不赚。真是让人意外啊！怎么，布政使大人觉得我很好？那事成之后，是不是要重赏我？你想要什么？还没有想好，想好了再告诉你。米都买下来了吗？全都买下来了。只要我们将米牢牢把控住，就能把崔玉衡拉下马。可是大人，这商队陆续将米运进来，我们都要买下来吗？全部买下。是。大人，我们买米的银子不够了。我拨了10万两银子买米，全用光了。是啊，从昨天第一车米到云州后，这米啊就源源不断的运了进来，我们的银子马上就要花光了。可是来云州的路上还有很多米，再这样下去，我们怕是没地方放米了。布政使衙门那边有动静吗？有，昨夜呀，整个布政使衙门灯火通明，守在官道的官差想买米，但米啊全都被我们买下来了。属下听人说呀，崔大人昨夜急得一夜未睡。那就继续收米，有多少收多少。是。小姐，乔十里买了多少米了？我粗步算了一下，他买了快20万两银子的米了。不愧是云州总督啊，这家底就是厚，短短时间就可以拿出30万两银子，都不带喘了。哎，小姐，后面还有零星的一些商队运米过来，他们把绝大多数米都买了。不过那些米商见有钱可以赚，还想再收些米来云州卖。
你通知那些女生，不要再约你进云州了。可他们若是不听怎么办？那神仙也救不了贪心鬼，就当是给他们一个教训。卖米喽！卖米喽！卖米喽！沈氏商行卖米了，10文钱一斤。这米真的只要10文钱一斤？是的，只要10文钱，要多少有多少。若是不够，还可以去沈氏商行去拿，管够。我要20斤。我要30斤。我要100斤。好，别着急，大家都有，别着急啊。放粮，布政使大人开仓放粮，所有百姓凭户籍册跟我到衙门领粮。快走走！追风来的真及时，众百姓要真正买粮的话，我们怕是要露馅了。不过小姐，咱们的粮仓粮够吗？当然不够了。这上林县虽有灾祸，但并不严重。这云州呢是缺粮，但是以云州百姓的生活习惯，缺的也不多。百姓们买粮食啊，只是因为害怕和担心。只要百姓不拼命囤粮，这个粮价很快就可以稳定下来。没错，城中的那些粮商其实囤积了不少粮食。神府卖粮，我再开仓放粮，营造一种云州不缺粮的氛围，这些粮商就会忍不住保本抛粮，粮价自然就会降下来。再加上秋粮马上就要下来了，那些粮商心里就会更慌。乔十里这次怕是赔得连裤衩都不剩了。公子，城里的粮价降到10文钱一斤了，百姓不再抢粮。唉，这是市价，粮价算是彻底稳定。粮价降下来，云州也就稳了。您和夫人配合，真是天衣无缝啊，厉害！他确实挺厉害的。崔玉衡，你个臭不要脸的！乔大人这是怎么了？气成这样？我知道，云州粮仓存粮本就不多，你这样放粮食，怕是把军备粮都给放了。你就不怕陛下问责吗？多谢乔大人关心。要不乔大人，你卖些粮食给我，做军备粮，我按市价的70卖，您意下如何？7成？你怎么不去抢啊你？这可不算抢啊！现在云州粮满为患，我今日按7成买，明日就是另外的价钱。我朝律法明令，武将囤粮是为谋，告乔大人谋反的奏折我已经写好了。你要是想坐实谋反的名头，那就继续握着粮食。你按原价买，我就把粮食卖给你。我改主意了，6成。你想得美！乔大人，这几日有雨，粮食淋了容易发霉，你可得护好，别让雨渍。公子，您和夫人成亲之后，这讨价还价的本事越来越高明了。现在是乔师礼来求我，这份必须得拿捏住。哎，那您打算用多少银子收乔师礼的粮？市价的5成。5成？他以市价3倍买，您让他5成卖，他能卖吗？他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在画什么？茶园的茶工榨完茶叶之后，没有休息的地方，我打算盖几个凉亭，供他们歇脚。怎么突然想到盖亭子了？这城里如今米价虽然降了，但是流民还是不少。以我对乔师礼的了解，他定然要拿这些流民做文章。流民无所事事，必然会生事。不如我就替布政使大人分忧，让他们找点事做。以工代赈，你怎么想到？
我之前跟着我爹经商，走南闯北，见过很多事。深谙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可是修建几个亭子，解决不了多少流民的问题。我知道啊，这只是一小部分。如今正是给茶树施肥的关键时期，而沈氏又有上千亩的茶园，每年给茶树施肥都是一个大难题。我打算请这些流民一起把土松一松，再给茶树施肥，这样来年啊，一定可以长出更好的茶叶。吹风，公子有什么吩咐？以我的名义，去给城里的名流下帖，明日我做东，请他们来赴宴。啊？以什么名义？我与夫人成亲，还未请他们吃饭喝酒。明日我办酒宴，请他们来喝酒。我们都成亲那么久了，再办这个合适吗？你还在校期，我现在办的是酒宴，不是喜宴。我们成亲太匆忙，很多仪程都没有办，亲戚朋友也没有来见证，补办是应该的。你想再收一遍礼金，你就不怕乔氏里告你啊？我不收礼金，我要让他们把礼金换算成请灾民做工的数量，让他们把家里的宅子修缮一下，把家里的地翻一翻，最好能修建几座大的宅院。去下帖吧。是。城中的富商名流我不太熟，你去帮我拟名册吧。好。布政使大人，你学的可真快。有这么聪明的夫人，我不能拖后腿啊。今年底子打得好，明年茶叶产量肯定暴增，我都担心这个销量跟不上。不知道布政使大人可不可以再帮我一个小忙？小忙？我好像闻到了算计的味道。但事先说明，贪赃枉法的事，我可绝对不会做。你说什么呢？你要是倒台了，我也会跟着倒的。说吧，想让我做什么？再过段时间，布政使大人该准备年礼了。这沈氏今年呢，还余下不少好茶，不如大人就把这些茶买下来，作为年礼送给你的友人们。你想让我把茶叶卖给我的友人？当然不是了，我是想让他们在和朋友们喝茶的时候，可以想起沈氏的茶。想买茶的时候呢，沈氏的茶可以成为他们的备选。你笑什么？哎呀，大奸商为了卖茶叶，真的是逮住我往死里薅。大奸商可是要养很多人的，还要为布政使大人对付贪官。你就直说嘛，帮不帮？帮，必须帮。真好，自从你来了沈氏以后，家里就有了主心骨，不会再被人欺负。果然家里面还是要有一个厉害的男人。虽然这话听起来像是在哄我干活，不过夫人放心，有我在，以后没人再敢打沈氏的主意。哎，别闹了，我还有正事没忙完呢。哎呀，大奸商什么都好，就是这作画水平一般，每次看到都令人不忍直视啊。有这么夸张吗？那不然你来画。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主意，又想让我帮你作画。才不是。你干什么？既然不是，那就先去把夫妻之间的事做了。你放我下来！大人，米都怎么样了？我们买的米实在太多了，我们又没有专门存粮的粮仓，只能用油纸挡雨，油纸根本就不够啊，淋湿了不少。再这样下去，怕是很多米都会淋湿。气死我了！他娘的老天爷都在帮着崔玉衡。大人，现在怎么办？崔玉衡手中的米绝对撑不了多久，我们只需要再坚持10日，云州城一乱，我们便赢了。可是大人，这雨不知道下到何时，粮食淋了雨就会发霉，这发了霉的粮食就卖不出去了，到时候我们的损失会很大。若崔玉衡真的上折子，告大人购粮谋反就麻烦了。那就让暴乱来得更快一点，你派人去找些流民过来，给他们银子，让他们在城中闹事，到时候
我们便能派兵平乱，趁机杀了崔玉衡。现在怕是行不通。怎么会行不通？那是因为城里没几个流民了。前几日城中还有那么多流民，他们都去哪儿了？审视察员要了近1/3的流民去番地施肥，余下的流民则被其他富户请回修缮屋舍或者修建亭台阁楼了。除了实在找不到伙计的，全都干活了。这崔玉衡欺人太甚！你不能进去！你不能进去啊！我想了想，愿意低于市价2成，把米卖给你们。乔大人的米泡了水，很快就会发霉。我以市价5成售卖。上次不是还7成吗？上次是上次的价，现在是现在。乔大人愿意卖就卖，不愿意卖就滚。5成太低了，你再给加点。你我同朝为官，抬头不见低头见，别把事情做得太绝。乔大人这会儿说不要把事情做绝，那你之前为什么把事情做那么绝？6成，这次算我欠你一个人情。我写给陛下告乔大人囤粮造反的折子，是你派人拦下的吧？这次是我故意让你的人拦下，你觉得下次还拦得住吗？我卖了，现在就派人去取粮。追风，派人随乔大人去取粮。是。本官代云州百姓谢乔大人将粮仓填满，将粮价降到5折。未来1年，云州百姓都不会缺粮了。乔世礼在云州横行多年，为了敛财不择手段。这次虽然花了他30余万两银子，但还不够他伤筋动骨，弄不死他。不急，他这次吃了这么大的亏，必定会心浮气躁。人一旦浮躁，就会出差错。我们静待时机。对，再次出手，一定要一击毙命。我终于回来了。这个女人，她就是命太好了，她竟然真的嫁了个不周使。你说，我家大人将你们从牢里放了出来，你们知道该做什么。大人放心，我们肯定会替总督大人把事办好。东家，大喜事啊！过完年后，我们商行的订单比往年多了1倍。按照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今年的销量肯定有望翻3倍。订单我看看。这些订单多以最好的明前茶为主，看来啊，是送出去的年礼起效果了。咱们新做的茶盒做好了吗？都依东家的要求做好了，只等茶叶一上来，我们就装盒售卖。很好，等这波春茶售完，我有重赏。谢东家。许是因为去年土翻的好，肥施的恰到好处，今年的茶芽长得格外的好。再过几日，我们便可以去采第一波茶，治兰香劝舌啦。你吩咐下去，让茶房今年多招一些采茶女，尽可能多采一些明前茶。这采下的茶叶啊，比以往多1文钱工钱。是。对了，茶房里炒茶的老师傅们都就位了吗？按照小姐的吩咐，昨日便已经就位，现在只等茶采好，便可以开始炒制了。老宅里那2位最近有什么动静吗？他们去年冬天被放出来之后，绝大多数时间都猫在老宅里，没有作妖。盯紧他们，他们2个人贪得无厌，一定不会这么老实，说不定后面就憋着什么坏了。小姐放心，我已经派人盯紧他们了，只要他们有一点异常，我们必定能发现。做得很好。小姐最近忙着准备新茶，每日都忙得不可开交，回府又很晚，
昨夜我见姑爷好像有一点不太开心，小姐今日可要早些回去哄哄他。男人只会影响我们赚钱的速度，等我忙完再说吧。娘子，你这是要谋杀亲夫啊！你这是在干什么？显而易见，我刚沐浴完。我印象中你从不在屋里沐浴，且沐浴后都会穿好衣服。你今日有点反常。你说的的确是我以往的习惯，但近日你总在半夜才回家，我就在房间沐浴了。至于你说的衣衫，我刚沐浴完，还没来得及穿。我怎么觉得你好像在勾引我？勾引你？你弄错了，我只是想提醒你，你只是一个小小的神府家主，能忙过我这个云州布政使，我都能每天在亥时之前就回家，尽到做相公的职责。可你最近却总在子时之后才回来，太过分了。这是我作为家主之后第一次采春茶，我想要做得更好一些。我知道，娘子辛苦了，我帮你好好放松一下。崔玉恒真是头蛮牛，我不过才小半个月未与他同房，他没羞成这样啊！真是受够了。娘，姐姐，你的腰怎么了？啊，我昨日去山上看茶，不小心扭了腰了。娘，平安，你们这是去干什么呀？我闲着没事儿，带平安去采茶。这个天茶芽还少，路上滑，你们小心点。好。布政使虽然身份高，但是你也别太纵着他。知道了。我们走。小姐，不好了，夫人和少爷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夫人和少爷今日采茶时被人绑架，好在姑爷就在附近及时赶到，将他们救了下来。但是他们摔了一跤，摔断了腿。那平安呢？少爷也摔倒了，但只是皮外伤，不碍事。娘，娘，怎么样？我没事，只是可惜茶叶了。我当时太紧张了，攥着那些茶叶一直揉，把茶叶都揉碎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那些茶叶？你知不知道，你们俩今天吓死我了！姐姐，平安要跟姐夫学武功，打跑坏人，保护姐姐和娘亲。好，但是光学武功还不够保护姐姐和娘亲，你还要跟着姐夫学读书，学习其他的本事，知不知道？平安会认真学的。好了，娘，也不早了，你赶紧休息吧，其他的事就交给我，你也别操心了。好，那你去看看那些茶叶还有没有好的。知道了。翠秋，娘怎么样？谢谢你，今日若不是你，娘和平安就有危险了。往后这种谢谢的话不要再说了，你娘也是我娘，你弟弟也是我弟弟。那我收回早上骂你的话，你是全天下最好的男子。原来你今天早上还骂我了，真没良心。
你今日来茶园做什么？我好奇那个跟我抢娘子的茶园长什么样，就带着追风去看看。就恰好碰到了那群黑衣人在劫娘和平安。净胡说八道！你分明就是看春刚的。真是什么事都瞒不过你。这些是娘采的茶叶。娘嫁给爹之前是个采茶女，所以对茶叶有极深的感情，见不得一点浪费。只不过这茶叶被我捂得久了，我叫建水炒了，喝着玩。今日那些黑衣人的身份可查到了，是乔氏里的人。他杀了我爹，又对娘和平安下手，我要快点杀了他。我帮你。好。小姐，今年雨水好，肥也施得恰到好处，茶芽冒得多，长得还都很粗壮，一定会是一个丰收年。你亲自看好茶房，我们可是收了定金的。若是到时候交不出茶来，按照合同，我们可是要赔不少违约金的。小姐放心，有我盯着，绝对不会出问题。我新研制的茶，你给茶房试过了吗？可以批量做了。已经试过了，不但可以批量做，师傅们改良之后，比小姐之前做的味道更醇厚，香气更浓郁，而且订单多了不少呢。很好，按这情况下去，今年销量扩大3倍，不在话下。我去账上看看，你在这里守着。好。大人，神府的明前茶已经采摘的差不多了，就在茶洼后面的仓库里。很好，你今夜便去，把那些茶叶全烧了。茶叶烧完后，本官明日会带人去沈氏商行取茶。大人，那我把沈氏的茶叶烧了，能有什么好处啊？沈慈秋收了定金，却交不出茶，我会派人砸了沈氏商行，然后你再站出来闹事儿，把沈慈秋拉下马。我扶你做沈家家主。谢大人，谢大人。对了，大人，沈慈秋那个贱人，他最近研制出了一种什么新的茶叶，拉了很多新的订单。大人，您要是能得到这个方子，那肯定是财源滚滚啊！蠢货！沈慈秋和崔玉衡那样算计我，我要的是沈府死绝，沈家的全部产业都将归我所有。若是没有这样的蠢货，大人对付沈府颇为麻烦。也是，没用的东西，一个男人都笼络不了。当初总督大人想让沈乔为他做事儿，沈乔那个蠢货居然不愿意呀！我用沈乔商队的行踪搭上了总督大人的线，为总督大人做事儿，没想到崔玉衡横插一脚，我们功亏一篑呀！今晚只要收了这个茶房，总督大人就会助我们夺回沈府。师傅本来就是我们的，沈府本就是我们的。沈慈秋那个臭丫头不知死活，非占有着沈府。想办法把那两个值守的伙计引开，我去放火。好。什么人？什么人？
全收了。祖母，放我出去！你孙女来送你最后一程。放我出去！放我出去！你是个贱人！你没事吧？我没事。沈周呢？按照小姐吩咐行事，在他身上放了会让狗狂躁的香，然后把巡山的狗全都放了出去。这会儿应该已经被狗咬死了。爹，出卖你的人我替你杀了，送了他和你一样的死法。是幕后真正的凶手，我也会很快送他下来找你。都过去了，别难过。我就是替我爹觉得不值。他一生与人为善，这朱氏和沈周却是他我眼中钉。我既然送这对母子下去陪他，希望他可千万别再手软，一定要往死里揍他们。沈思秋，本官听闻昨夜沈氏商行失火，烧毁了不少茶叶，没把本官订的茶叶烧毁吧？乔大人何时在沈府订了茶叶啊？哼，原来这些订单是乔大人的，多谢乔大人赏脸，一口气从我们沈府订了10万两银子的茶叶。我按3倍的价格订的兰香雀舌，依照订单上的条款，你今日若不能及时交货，要赔10倍的违约金。这乔大人订的茶叶数量巨大，若要提货，需支付余下所有的银钱。不知大人今日这银子可都带了？本官提货自然会带足银两，可若你今日不能如期交茶，本官不但会要10倍的违约金，还会砸了沈氏商行。你若违约，不仅崔大人保不住你，崔大人，你不会徇私吧？本官最是坦荡，绝不做徇私之事。这备货还需要时间，请乔大人稍等片刻。该不会是昨夜的大火把茶叶烧光了，你拿不出来吧？当然不是，是真的在备货。以本官看，你就是交不出茶叶，在拖延时间罢了。本官可没耐心等你。来人，给我砸了！是。乔大人，你这性子也太急了些。乔大人既然如此心急，那就自己将这些茶叶搬回去吧。这怎么可能？我真想不到乔大人如此支持我们沈氏商行，不但开出3倍的高价，就连这配送的流程都省了。我代表沈氏所有伙计，感谢你对我们沈氏的支持。这些订单金额极大，给出高于市价3倍的价格购买兰香雀舌，但是违约金又开出了10倍，这些订单怕是有问题啊！不是订单出了问题，是鱼咬钩了。不枉我前段时间放出我要扩大3倍销售额的传闻，他觉得我要着急证明自己，起了贪心。那这订单要结吗？接的时候再送上一些我们新研制的茶叶。哦，是。
沈氏茶坊不是起火了吗？为什么茶叶没有烧毁？多谢乔大人关心。我祖母昨夜去放火，不小心把自己烧死，我那不成器的二叔也被狗咬死了。至于这些茶叶，每日茶艺炒好便派人送走，所以昨日茶坊里一片茶叶都没有。你好大的胆子，竟敢算计我！茶叶已按照乔大人的订单如实交货，乔大人还有哪里不满？竟对我那人动手！就是玩乔大人你这种财大气粗的客人。以后啊，常来。哼，乔十里赔了10万两，怕是要气疯了。就是让他气疯，他越生气就越冲动，越冲动就越容易犯错，到时候就越容易取他的狗命。你确定要以身犯险，亲自押者出云州？乔十里恨透了我，他必然想亲手杀我，我只有以身为饵，他才会亲自现身。你放心，只要他还想要新茶的配方，就不会一见面就动手。只要不一开始动手，我就有把握杀了他。我陪你去吧。你若陪着，他必不敢来。我同你还没有做够夫妻，我们还没有孩子，我不会让自己死的。万事小心。哎，静水，这次平安回来，咱们成亲好不好？好。你小子什么时候和静水好的？不知道啊，就这么好上了。你也不傻。哎，东家，咱真不跟着他们？怎么可能？派人跟着乔师弟，他行动，我们便行动。是。终于来了，按计划行动。是。沈慈秋，出来。乔大人，刀剑无眼，小心点。把最新的制茶术交出来，我给你个痛快。你可别像你父亲那样，让他交个香料配方死活不交，活该被野狗分尸。你杀我爹是为了得到香料配方？不全是，他不听话，我原本想让他为我做事，他不愿意，所以他是必死的。我原本想给他留个全尸，他交出香料想要保命，却又死活不肯说出香料配方，我便只好多砍他几刀，再让野狗把他吃了。你简直是禽兽不如！你数次戏弄我，坏我好事，早就该死。你坏事做尽，就不怕报应吗？报应？在云州，我就是天，谁要不听我的话，我就杀了他，谁能奈我何？你也别想拖延时间，崔玉衡已经被我的人拿下，他是不可能来救你的，你今日死定了。老天若不降下报应，那便由我来做你的报应。你配吗？我数10个数，若你还是不肯交出配方，我就先戳你几刀，再把你拖去喂狗。1，别数了，我不答应。找死！婉婉，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弑父！你没事吧？我没事，你别动，让我来。等一下。
你别动，他咽气的这一剑，让我来。他为了逼我勾引崔玉恒，便杀了我姨娘。从小到大，我在他眼里就是个物件，我恨透了他。所以，你那日来沈府，特地调了我这个香，是为了暗示我爹是他杀的。你想借我的手杀了他？没错，我知道你带商队出城是为了杀他，我买通侍卫跟了过来，就是为了亲手了结他。这是什么？是他这些年来以权谋私的证据。有了这些东西，便可以定他的罪，让他遗臭万年。那你呢？我想像你一样，走出后宅，去往更广阔的天空。像我一样？我们10岁的时候就见过，那时你跟在沈家主身边经商，我十分羡慕。这些年我一直关注你，我想活成你的样子。我爹如今死了，我想四海为家，看看这天下的风景。你四海为家时，若是遇到困难，可以到沈氏商行寻求一丝帮助。谢谢。乔婉婉，还真是让人意外。她是一个勇敢的女孩子，挣脱了自己的牢笼。我相信她以后的人生都是坦途，一定可以平安喜乐地过完这一生。不说她了，我们回家。嗯。我自己会走。哎，怎么样？多亏了乔氏里的那笔订单，我们今年春茶的营收是去年的3倍，太棒了！太好了！娘那次意外受伤发现的红茶制法，红茶不局限于春茶，还可以选大一点的叶片的茶叶。我送给一些老客户们喝过之后，都一致好评。最近又多了很多红茶订单，娘真厉害。我也算是能为这个家做点事了。这次的茶叶是平安帮娘采的，茶楼也是平安背过来的，所以这个红茶能制出来呀。我们平安是手工，我也能帮到姐姐了。那是啊，平安也很厉害。如今家里都已经走上正轨了。秋儿，你和恒儿什么时候要个孩子？啊，这个啊，娘，你这手里拿的什么啊？父王来信了，他喝了你新制的红茶，非常喜欢，还送来了10车聘礼，还说要让我带你回王府一趟。他没骂我让你在沈府做5年赘婿的事儿？不仅没骂你，还夸你。这还能夸？他的原话是说他管不了我，有人管着挺好的，而且我只是吃5年软饭，不是吃一辈子，还是在云州吃，没有在京城吃，没把人丢到京城，就不算丢他的脸。父王还挺有意思。他有没有意思不重要，重要的是母妃有意思。这哪里来的？母妃有1对这样的镯子，另一只在长嫂那儿。她能给你1只，就表明已经认可了你的身份。她也让我给你带句话。什么话？她说，以后我若不听话，你就随便走，做坏了算她的。母妃确实有意思。哎，那他们2个既然这么有意思，你什么时候陪我回去看他们？从云州到永安王府，路途遥远，我恐怕去不了。为什么？因为
我怀孕了，不能长途旅行。真的吗？我立刻给父王和母妃写封信，他们不知道得多高兴。他们高兴，你不高兴吗？不是很高兴。为什么？因为我得宿好几个月。哦，那这样岂不是我想占你便宜就占你便宜，你还不能碰我？这样子的日子，想想就很期待。坏人，但是我怎么那么喜欢？不行，亲一口。不行。来嘛来嘛。